2013年12月9号，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朝鲜如期召开，电视台如往常那般转播。突然，情况陡然变化，会议上毫无预兆地闯进来一群人，直接架走了会场内的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。这个男人正是朝鲜的摄政王，更是金正恩的亲姑父张承泽。随着张承泽的轰然倒台，硬核反腐大戏缓缓拉开帷幕。2013年的冬天，朝鲜政局动荡，年底朝鲜即将迎来金正日逝世2周年的纪念日。但是怀念伟人似乎并不是那个冬天真正的主旋律，一场酝酿许久的收网行动正逐渐浮出水面。有趣的是，收网的主角是一位真正的皇亲国戚张承泽。在朝鲜，这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人物。2011年，金正日猝然离世，12月28号，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在平壤举行。仪式上出现了8位福临人，他们不仅是金正日最亲密的人，也是朝鲜政局里数一数二的精英。换句话说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国之重臣啊！其中一位便是张承泽。仪式上，张承泽紧紧跟随着金正恩，地位不言而喻，无怪乎有人将其形象地称为朝鲜摄政王。翻开张承泽的履历，也唯有夺目耀眼可以形容。当时张承泽不到70岁，依旧精力充沛，正处于政治家上升的黄金时期。这个清瘦的男人曾担任过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与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。他虽然姓张，但与金家人关系匪浅，是金正恩货真价实的姑父。要知道，张承泽所担任的职务不仅仅是听着好听，更是实打实的大权在握，而非无关痛痒的虚职。比如，在先军政治盛行的金正日时期，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几乎等同于国家的2把手，地位仅次于最高领袖。而金正日在去世前也没有忘记给张承泽部署新的工作。这次他授予了张承泽更高的荣誉——朝鲜人民军大将军衔。凭借着这一军衔，张承泽足以在党政军三方平步青云，当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而年轻的金正恩上台之初，也延续了对这位姑父的一贯尊重。每逢大型活动，张承泽总是跟随在金正恩身边，站在1臂之外的距离里，充分表明了金正恩对他的重视。然而，正是这样显赫的政治要人，竟然在瞬间倒台。会议上，张承泽被直接带走，他像是早就预知到了自己的命运，不仅脱下了大将的军装，就连花白的头发也来不及打理。而在会场外，石子砸入池塘，激起千层浪，朝鲜国内外议论纷纷。但是这一场议论最终只持续了4天，12月13号便传来了张承泽的死讯。那么，张承泽究竟犯下了怎样的滔天大罪？其实这一切都与朝鲜的反腐事业息息相关。12月13号，朝鲜中央通讯社的一则报道揭开了张承泽最后的遮羞布。在报道中，中央通讯社将张承泽称为天下头号千古逆贼，毫不留情地指出，像张承泽这样的人，不管他是谁，无论他藏在哪里，最终都会受到祖国与人民的审判。张承泽不仅被立刻处死，死前还被开除了党籍，解除了全部职务，可见金正恩的确对他恨之入骨。曾有人认为金正恩过于不近人情，但是随着张承泽的累累罪行被一一公开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在张承泽的数条罪行里，贪污腐败尤为刺目。据悉，张承泽不仅自己贪污，而且还组建了一个团伙，专门掏空国家利益。根据朝鲜官方的报道，张承泽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，发展了多段不正当关系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包下了许多高级餐厅，拥有自己专门的包厢，在小小的包厢里当起了土皇帝，铺张浪费，花天酒地。甚至张承泽的贪污行为不仅在国内，还蔓延到了国外。曾经有段时间张承泽身体不好，被特批外出就医。但是在出国期间，他肆意使用外汇，不仅高调出入赌场，还染上了毒品，着实令人啧舌。而张承泽挥霍的这些钱财，恰恰都是朝鲜人民的血汗钱。更重要的是，张承泽试图在国家财政体系上做文章。身为朝鲜的实权派强势人物，张承泽不仅在军方有一定的威望，也曾负责监管国家财政体系。根据朝鲜官方的说法，张承泽抓住了财政体系的漏洞，以推动改革的名义大肆敛财，为自己谋福利。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，他廉价出售了朝鲜大量宝贵的国家资源，累累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。因此，金正恩处死张承泽，本质上是打垮了一只大老虎。而张承泽落马后，朝鲜政坛一时间人人自危，不少干过亏心事的官员都选择低调行事，夹着尾巴做人。金正恩的雷霆手段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。不得不说，扳倒张承泽将杀鸡儆猴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。张承泽既是高官，又与金正恩有亲戚关系。即便如此，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。一般的官员根本不具备如此强大的能量，下场只会比张承泽更加糟糕。
很快，金正恩就用实际行动告诉这些官员，反腐倡廉将成为朝鲜政坛的常态。如何避免腐败是一个贯穿古今的难题。面对这个问题，往往有许多种不同的答案，有的纵容，有的严惩，有的在中间摇摆。对大多数领袖而言，反腐往往是一件徐徐图之、需要谨慎筹谋的大事。但是金正恩却一反常态，上台仅仅2年，便给予了腐败者一记迎头痛击。实际上，江承泽倒台后，朝鲜的反腐工作也并未停下脚步。对于贪腐官员，朝鲜有一套严密的处罚措施，比如贪污很有可能影响3代，所有相关人员都需要被问责，轻则丢官，重则丧命。在处理一起医院贪污案的时候，金正恩便行事果断，彻查了贪污的上下游，给予严惩。这种最简单的粗暴的政治威慑，往往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朝鲜也格外注重贪污的预防，惩罚只是手段，并不是最终目的。政府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杜绝贪污。因此，朝鲜规定各级官员的收入都要透明化，方便人民群众及时监督、汇报改正。在金正恩之前，朝鲜的种种反腐举措也是层出不穷。除了严厉的处罚外，政府有时还会搞突击，利用财政手段彻查官员手中的外汇款项，避免贪污发生。金正恩上台后，继承了往昔的各项反贪污举措，并在此基础上深化，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反贪体系。事实证明，这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进步。而金正恩之所以这么做，主要有2重原因。第一，治理贪污腐败是金正恩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。过去，朝鲜高举着先军政治的大旗，将军队建设放在首位，令朝鲜积淀下了强大的军事实力。但是，想要从根源上增强军事实力，发展经济也势在必行。因此，金正恩接管朝鲜后，再慢慢调整方向，提升经济在国家战略里的重要性。而经济上的改革势必要与政治上的改革同步进行，才能取得成效。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清除影响国家发展的因素，全面调整战略导向。因此，对于金正恩而言，以反腐作为起点，着实是再好不过的选择。一方面，反腐工作能够肃清官场风气，令朝鲜政坛焕然一新；另一方面，这些收缴的财富也能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助力，更能够为全新的政治格局定下基调。第二，除了要配合政治改革的大步伐之外，反腐倡廉也是金正恩平稳政局的重要方式。金正恩登上权力巅峰时，年纪轻，威信难免会受到质疑，导致政局内部发生微妙的动荡。但是处理完张承泽之后，恐怕不再会有人质疑他的能力。一场反腐风暴帮助朝鲜顺利过渡，完成了最高权力的特殊交接仪式。时至今日，这股风潮仍未停止，朝鲜政坛的新气象正是最好的回报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朝鲜势必会将这种传统继续发挥下去。